球王39又出山，第4颗星指尖旋。40年前旧账本，今夜翻到30篇。台北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亚特兰大世界杯半决赛第2场，阿根廷对英格兰。先说3天前堪萨斯城那晚，阿根廷开场10分钟就领先了，梅西的角球，麦卡利斯特抢到落点砸开比分。可第67分钟，瑞士扳平，比赛又一次被拖进加时。注意这个又字。本届阿根廷的3场淘汰赛，场场都在悬崖边上过。对佛得角拖满120分钟，对埃及2球落后翻盘。这回对瑞士再来一个加时，然后第112分钟，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外突然起脚，球直奔死角。补时阶段，劳塔罗再进一个，3-1。卫冕冠军又一次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接了回来。4强的牌桌上，对面坐下的是英格兰，这个对手一落座，整个足球世界的记忆都被点着了。40年前的阿兹特克，一只手和一记世纪进球；60年前的温布利，一张让阿根廷人记到今天的红牌。如今牌桌重开，阿根廷手里是3颗星，要的是第4颗，外加一桩64年没人办成的卫冕。这一把39岁的球王没有下一届了，所有筹码都在桌上，觉得卫冕冠军这叫圆满的，觉得39岁的腿撑不到最后的。今晚这场，老马从40年前那只手给你讲起。先把40年前那4分钟讲给你听。1986年，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世界杯8强，阿根廷对英格兰。第51分钟，阿根廷的10号球员跃起争顶，皮球越过门将进了英格兰的大门。可全世界的慢镜头都看见了，那球碰的是他的手，裁判没看见，进球有效。4分钟之后还是他。在自己半场拿球，连过5名英格兰球员，一路奔袭60多米推射入网。这记进球后来被官方评为世纪最佳进球，一只手一双脚，一半是脚侠，一半是神迹。2-1，阿根廷过关。那个10号叫马拉多纳，赛后他给第一个球起了名字，一半是马拉多纳的脑袋，一半是上帝的手。英格兰人到今天都用别的词称呼他。被打进那2球的门将谢尔顿公开说过一辈子不原谅。那届马拉多纳7场比赛5个进球5次助攻，几乎一个人把队伍扛上了领奖台。决赛的制胜球也是他在3人包夹里一脚直塞喂出来的。队史第2颗星就是从英格兰身上跨过。40年过去，还是阿根廷对英格兰，10号球衣换了主人。这2代人的缘分不用编剧。2010年世界杯站在场边执教梅西的主教练正是马拉多纳本人。老球王2020年走了，没能看到2022年卡塔尔的登基。今晚这场对英格兰，等于命运把2代10号的故事缝在了同一根线上。再看今天这位10号的当下，39岁，这个生日他就是上个月在世界杯的营地里过的。6月24号，队友唱完生日歌，转头就陪他踢了2个120分钟。本届8个球对瑞士那场之前，他这届只要上场就有进球进账。瑞士那晚他没进球，可全场踢了110多分钟。开场那记角球助攻就是他的手笔。3场淘汰赛，2场120分钟，一场没歇过。这个岁数的球员用这种强度踢世界杯，全世界找不出第2例。还有一个冷知识，梅西踢了6届世界杯，居然从来没碰过英格兰。上一次英阿在世界杯交手是2002年，那会儿他还没出道。第一次碰面直接约在了半决赛。金靴那边也有一笔账挂着，另一个半区有个法国人正跟他一球一球的咬着，那笔账只能决赛当面算。40年前马拉多纳用4分钟解决英格兰，40年后的梅西不需要4分钟，他只需要几秒。问题只剩一个，39岁的身体还愿不愿意再借他一次？今晚亚特兰大的看台上一定有人举了1986年的老照片，40年够一个当年守着电视看阿兹特克的年轻人，如今带着孙子再看一回英阿。再说这台卫冕机器上最新换上的那几颗齿轮，阿尔瓦雷斯人送外号蜘蛛，这孩子的大场面屡历吓人。2022年那届他才22岁，决赛首发，半决赛还没开2度过。大赛的成色4年前就验完了货。如今他在马德里竞技挑大梁，对瑞士第112分钟那脚死角远射，就是他这几年的缩影，不声不响，专办大事。顺便说个有意思的，他俱乐部的主教练西蒙尼，正是1998年英阿大战里让贝克汉姆吃红牌的那位主角。师傅当年跟英格兰结的梁子，徒弟今晚接着碰。劳塔罗，国际米兰的队长，这届多数时间从替补席出发，
对瑞士补时那一下补射就是他的活。这人的职业生涯就是替补绝杀的何定堡。2024年美洲杯决赛加时赛的制胜球也是他替补上去进的，顺手还把那届的金靴拿了。别人拼90分钟，他专收最后10分钟的账。麦卡利斯特，利物浦的中场，去年跟着红军把英超冠军都拿了。今晚对面11个人里，一大半是他联赛里天天照面的老熟人，边上还有恩佐，2022年那届的最佳新人，如今带着切尔西袖标。还有德保罗，球迷给他的外号叫梅西的贴身保镖，场上替他跑腿，起冲突了永远第一个到。这些人的故事咱们上一期讲过几位，不重复，把这几个名字串起来看，你会发现这支阿根廷最可怕的变化。3天前那场加时赛，3个进球没有一个出自梅西的脚。冠军的火力已经不用全指着那位39岁的老爷子了。斯卡洛尼这几年干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把球队从梅西背着大家走改成了大家护着梅西走。梅西终于可以只当梅西，省着电，等那几个要命的瞬间。唠到这儿正好过半，喜欢老马这么给你捋球的，顺手把订阅点上。接着说对面那群20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背了60年的债。说句公道话，今晚这个对手是几十年来成色最硬的一支英格兰。先看那个23岁的领头人贝林厄姆，皇马中场，连续2轮淘汰赛梅开二度。3天前把哈兰德都踢成了背景板，落后的英格兰是被他一个人背回来的。锋线上站着凯恩，本届6个球，世界杯生涯14球的队史射手王，32岁。全世界都知道他在为最后一次机会踢球。一个前年刚在俱乐部尝到冠军滋味的老射手，最后一舞的成色只会更狠。场边还站着个德国人图赫尔，英格兰头一回把世界杯的方向盘交给德国教头，偏偏还真管用。上一场落后到加时照样翻回来，那股子不慌，在三狮的历史上是新东西。年轻，身价高，火力猛，还终于长出了大心脏。老实说，这样的英格兰几十年没见过。两边的排一队，胜负手就3处。第一处中场的4人局，恩佐加麦卡利斯特对赖斯加贝林厄姆，4个腰，3个在英超上班，剩下那个在皇马当核心，彼此的跑位习惯早就没有秘密。这一区拼的只有消耗，2个世界冠军的腰对2个当打之年的腰，谁先弯，谁全队跟着弯。第二处钟表的走向，英格兰恨不得把比赛踢成快进，阿根廷的算盘是把比赛调进自己的时区，降速控球，把每一次攻防都拉长。这条路上前车之鉴摆着呢。上一个想跟阿根廷比，耐心的是瑞士，陪着熬了120分钟，输了。上一个想跟英格兰拼速度的是挪威，也输了。今晚总有一边得被迫改行。第3处决赛的空气，阿根廷更衣室里半屋子人闻过世界杯决赛的味道，英格兰全队还没有一个人上过那个台子。2022年决赛那种120分钟的窒息局，这批人是扛赢过的，那种夜晚练出来的心跳，花钱买不来。到了半决赛这种分量的夜晚，见没见过大场面会写在每一次1对1的选择里。这一项的账在阿根廷这边，专业机构这回罕见的炒翻了，一半占阿根廷，一半占英格兰，两边给的优势都薄得像纸。说白了，正宗5-5开，谁赢都不算冷门。那阿根廷的剧本怎么写？第1条，关掉快进键。英格兰要的是大开大合的青春节奏，阿根廷就偏要把球捂住，多控1秒，英格兰的冲击力就废秒。这支卫冕冠军最老练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们太知道怎么让一场球按自己的心跳走了。3天前被扳平之后，他没有急，就那么1分钟，1分钟把瑞士的体力和耐心磨到见底，再出刀。第2条，看死后插上的那个人，贝林厄姆的杀招从来是禁区里的最后一步，恩佐和麦卡利斯特得轮着班伺候他，谁放他进禁区，谁给全队买单。第3条，定位球2头做文章，守的一头，英格兰的高点是全场最大的威胁，角球任意球一个都不能松。攻的一头，别忘了本方开场那记角球，罗梅罗的头球在埃及那场也见过血。阿根廷这届的定位球本来就是排练好的戏码，真拖的12码怎么办？阿根廷人对这3个字向来不发怵，门里站着大马丁。2022年就是他把点球大战踢成了自己的主场。再往前翻，1998年英阿那次12码对决，笑到最后的也是蓝白。公道话补一句，对面的皮克福德这几年也真硬。英格兰的点球早不是当年那副筛子，所以这条路两边其实都不想走，可真走到了。
一边是全国屏住呼吸的三狮，一边是等着开席的蓝白。心理这关先胜半筹。还有一样东西，在阿根廷这边，主场感。梅西这几年俱乐部就在美国踢球，这里的气候、场地、生活节奏，全是他过惯的日子。然后是看台，这届世界杯在美洲办，从堪萨斯城到亚特兰大，蓝白球衣一路站着大半个球场。今晚这座名义上的中立场，大概率又是一片蓝白的海。顺带一提，亚特兰大这座球场带顶棚，7月的日头进不来，对39岁的腿，这算今晚少有的好消息。风险也得给阿根廷记上一笔，他们比英格兰多踢了一场120分钟，梅西39，奥塔门迪38，这笔邮账90分钟内看不出来。第100分钟见分晓，所以斯卡洛尼的换人牌今晚比排兵还重要。什么时候收梅西，什么时候放老塔罗，全是刀尖上的时间点。毕竟对面那台青春风暴最喜欢的就是体能局，上一个陪他们跑满120分钟的挪威已经回家了。英阿这本账最早的一页写在1966年，补一笔不长。那年世界杯8强，温布利，阿根廷队长拉廷被裁判罚下，他不服，在场地里站了快10分钟才肯走。多年以后，他还在喊冤，说自己当时只是想找裁判要个翻译。英格兰靠赫斯特的头球1-0过关，对，就是那个后来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的赫斯特。那届他们一路拿了至今唯一的冠军。真正把梁子结死的是赛后，英格兰主帅拉姆齐不许自己的球员跟阿根廷人交换球衣，还给对手起了个难听的绰号。这场球在阿根廷有个流传至今的名字——世纪劫案。从那天起，英俄之间就没有过普通的比赛。1986年那只手和那记奔鞋，某种意义上就是对1966年的回答。再后来，1998年的点球，2002年的点球，一来一回，账越滚越厚。那2晚的细节，英格兰人讲得更起劲。这里不抢，只提一个数：世界杯的淘汰赛里，英阿碰过3回，蓝白笑到最后的是2回。再说星星的账，阿根廷胸前3颗星，每一颗都缝在10号球衣上。1978年的肯佩斯决赛2个进球，1986年的马拉多纳决赛送出制胜助攻，2022年的梅西决赛2球外加点球大战一锤定音，3代10号决赛的关键球上全有他们的名字。首冠之后等了44年才等来第3颗，这批人不想让第4颗也变成下一代人的作业。最近4届世界杯他们3次杀进4强，今晚再赢就是4届里第3次决赛。而卫冕那桩悬案，64年里每一支来赶考的冠军都倒在了半路，上一个做成的还是1962年的巴西。这些咱们上一期算过细账，今天只说结论，离案卷合上还差2场，还有一层意思藏在星星里。第4颗星要是真缝上去，阿根廷就追平了德国和意大利，身前只剩巴西一家。40年前，第2颗星是从英格兰身上跨过去的，第4颗星的路上，英格兰又一次站在了路中间。你说这是巧合，阿根廷人管这个叫命。最后说这场球的分量，阿根廷要是赢了，39岁的梅西将战胜他职业生涯第3场世界杯决赛。第4颗星和64年无人做到的卫冕，就差最后90分钟，而且还有个可能的剧本埋在那儿。要是决赛对面上来的是法国，那就是2022年卡塔尔决赛的原班重演。英格兰要是赢了，那是他们60年来头一次摸到世界杯决赛的门票。两边随便哪个剧本成真，都是直接写进史书的章节。决赛就在4天后的7月19号。还有个细节，半决赛第1场的赢家比今晚的赢家多歇整整1天。决赛的第1道考题从体能表就开始了。台北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亚特兰大奔驰球场开球。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决赛门票就在这一晚发出。这场球你觉得谁能赢？比分是多少？老马跟你约定，觉得阿根廷向着第4颗星再进一步的评论区扣个1，觉得英格兰这回真能翻篇的扣个2，顺手把你猜的比分留下。明天早上咱们对答，觉得老马唠的还重，订阅点一个，第一时间的复盘给你端上桌。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咱们下一场见。